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金钟健二所著的《消除胃部浮肿，改善健康》这本书。现代人的胃往往处于浮肿状态，这可能是导致日常生活中那些原因不明的小病小痛的根源。即使您过着有规律且健康的生活，却仍然无法避免一些突如其来的不适或疾病。即便在医院接受检查并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仍然无法改善的问题，可能正是由胃部的浮肿引起的。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胃会浮肿这一说法，这是因为这种观点在以西医为主流的日本现代医疗中几乎未曾被提及。或许有人会质疑，胃的浮肿怎么可能是疾病的原因呢？如果你有这种疑问，不妨回顾一下自己的经历。过去，当您遭遇不适或疾病时，不论程度大小，医生能多明确地指出其原因呢？例如，医生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年纪大了，没办法，或者可能是免疫力暂时下降了，又或者自律神经紊乱所致。这些貌似合理的医学术语常常让我们感到放心，认为只要小心应对就好。但这种对症疗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改变以往的思维方式，把注意力转向胃的浮肿。西医很少讨论过度饮水和胃浮肿的危害，而这些可能正是引发您不适或增加疾病风险的根本原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为什么会发生胃浮肿；第二，我们应该更加爱护我们的胃；第三，告诉大家如何消除胃的浮肿并恢复健康。首先是第一部分，为什么会发生胃浮肿？书的作者在中国本土学习中医学，至今已经为4000多人进行了治疗。作者通常会给患者提供一些初步建议，并让他们付诸实践。而在这些方法中，最有效的一个就是减少饮水量，通过控制摄入水分的量或增加排水量，减少体内积存的水分。许多患者的症状得到了显著改善，疼痛或不适得到了缓解。我们都知道水对于人体是必不可少的，但为什么还需要减少水分呢？为什么仅仅减少水分摄入就能改善健康状况呢？答案的关键在于过量饮水引起的胃浮肿。很多人可能对胃浮肿这一概念感到困惑，下面我们将进行详细解释。例如，进餐时大量喝水，或在办公桌前不断喝饮料，甚至不知不觉就喝完了一整瓶水。当过多的水分进入胃部时，会导致胃酸稀释，消化功能减弱，胃部开始浮肿。消化功能减弱后，食物在胃内停留的时间会延长。为了加速消化，胃会分泌更多的胃酸，而这种努力会使已经疲弱的胃部产生更多热量。身体感受到这种情况后，为了降温，会促使人再次产生喝水的欲望，结果胃再次处于冲水状态，形成恶性循环。胃浮肿，消化功能下降，食物停滞，胃发热，饮水欲增强，胃再次浮肿。这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不仅仅发生在已经明显患病或身体不适的人身上，现代人可以24小时轻松获得水和食物，因此不知不觉中可能已经摄入了过多的水分，成为胃浮肿的潜在受害者。胃部功能的下降不仅影响胃本身，还会波及全身多个部位。超出身体承受能力的水分会从胃部溢出，引起脸部和全身各处的2次浮肿，进而悄无声息地甚至迅速地侵蚀健康。在作者的指导下，那些减少了体内滞留水分的患者，实际上在各种症状方面都感受到了显著的恢复效果。比如，有些人原本总是感到身体不适，但这些不适感消失了，长期困扰他们的肩颈酸痛和乘车时的疲劳感也减轻了，甚至睡眠质量也有所改善。还有些患者曾接受过青光眼手术，尽管使用了治疗眼病的药物，眼压依然没有降低，但通过减少水分的摄入后，眼压得到了改善。有一位患者曾被诊断为前列腺癌，且被告知仅剩3个月的生命，但在此之后，他在接受中药治疗的同时，
依然健康的生活着，没有特别的症状困扰。如果你也正在受到某些症状的困扰，并且意识到自己可能摄入了过多的水分，那么通过减少水分的摄入量或增加排出量，改善包括胃在内的身体各部位的水肿，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恢复效果。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在中医学中被认为由胃水肿引发的主要症状。第一类症状出现在全身，比如水肿、疲劳感等；第二类症状主要出现在上半身，比如偏头痛等症状；第三类症状主要出现在下半身，比如腰痛、小腿肿胀等。如果您正在经历这些症状，那么通过消除胃的水肿来改善这些症状，可能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法。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我们应该更加爱护我们的胃。那么，你一天喝多少水呢？是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吗？还是1到2杯水？或者是即使喝完2升的水也觉得不够呢？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一旦补水过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良影响。有人建议每天喝2升水作为参考，或者说喝越多的水对美容和健康越有益。曾经也有一段时间流行通过多喝水来减肥。此外，有些人相信水有排毒和使血液流通顺畅的效果，所以努力多喝水。然而，在关注水分补充的好处的同时，有多少人真正思考过过量饮水的危害呢？遗憾的是，盲目相信每天2升的建议并实践的人中，有些最终患上了严重疾病。这类痛心的案例近年来有所报道。为了身体健康而做的事情，结果却适得其反。无论是被认为对身体有益的食物，还是健康补品，都有一个限度，适量是最好的，过犹不及。而这同样适用于水分的摄入。过量饮水不仅会轻微损害健康，甚至有可能引发重大疾病，威胁生命。也许您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喝了过量的水，并导致身体浮肿。例如，如果您并没有从事户外繁重的体力劳动，或者没有长时间剧烈运动，却不加节制地继续摄入水分，您的胃可能已经亮起了黄色警报。如果您习惯在空调房内做着桌面工作时，一天喝1瓶以上的瓶装饮料，那么无一例外的，作者建议您重新审视自己每天的水分摄入量。提到水分，可能有些人会想到矿泉水，但是无论是优质的茶、牛奶、运动饮料、酒类，还是看起来相对健康的蔬菜汁，这些饮料都会导致胃部浮肿，并成为全身问题的导火索。事实上，近年来，我们的水分摄取量正在持续增加。根据对日本国内人均矿泉水消费量的调查，在过去20年里，矿泉水的消费量急剧增长。虽然这可能部分归因于人们不再喝自来水，而是购买矿泉水，但即使排除这一因素，日常生活中积极饮水的习惯成为常态，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包括水以外的饮料，根据总务省的家庭消费调查数据，饮料种类的多样化正在扩大，整体饮料消费量也在增加。人们常常忽略的还有水果中所含的水分。许多人因为水果美味且对身体有益而过量食用水果。实际上，过量摄取水果不仅会摄入大量糖分，还会摄入大量水分。大多数水果含有惊人的水分，有些水果中水分含量甚至超过总重量的90%。即使减少了水的摄取量，如果仍然过量食用水果，那么胃部浮肿的风险也无法消除。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过量摄取水分后，胃部会发生哪些变化。主要有2个方面：第一，胃会变得沉重；第二，胃的消化功能会急剧下降。胃变得沉重的状态类似于日常所说的胃胀。可以认为，胃部浮肿引发的其中一种症状就是胃胀。胃的功能显著减弱，是因为胃因浮肿而变得松弛。此外，过量的水分会稀释胃酸，从而进一步阻碍消化，导致食物滞留在胃里。如果胃内食物没有及时消化，胃就会分泌更多的胃酸。即使在您睡觉时，只要胃里还有食物，胃也会继续不眠不休的工作。
这样会给胃带来更大的负担，胃的功能会变得减弱。当然，为了缓解身体的口渴，补充水分是必要的。就像您在养护盆栽时，如果给植物浇太多水，根就会腐烂一样，水分的补充也需要适量，原理是相同的。近年来，从健康和美容的角度来看，肠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肠道健康的书籍、网络和杂志上的文章，以及宣传改善肠道环境的食品和饮料也大幅增加。在这个频道中，我们也多次介绍了有关肠道的重要话题。我认为，人们的意识转变不仅仅关注外表的护理，而是深入到身体内部进行保健，这是非常好的。然而，我相信大家也明白，不能因为对肠道好，就忽视了其他方面。根据作者所学的中医学观点，实际上在调理身体方面，胃比肠道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比肠道环境更重要的是避免胃的浮肿。为什么要更加重视胃呢？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小肠只能听从胃的指挥行动；其次，胃是工作量大且容易承受负担的器官，胃每天都在进行消化和吸收食物的重体力劳动，只要有食物存在，胃就会不眠不休地继续消化吸收的工作，是一个强大的实干派。而小肠的工作，打个比方，就像后台的辅助性工作，它的工作条件相对优越，只需完成规定的任务，没有加班。胃必须处理所有的工作后，才能把食物传递给小肠。然而，即使胃传递来大量的工作，小肠也可以将工作直接交给后面的结肠，这使得小肠的负担相对较轻。此外，即使身体已经处于营养过剩的状态，小肠仍然会不假思索地进行消化吸收，这是一种流水线般的被动工作。希望您能明白，就像您关心肠道环境一样，甚至更多的需要让胃轻松一些。当您理解了胃是一个多么勤劳的器官，每天承担着巨大的负担，您一定会更自觉地控制饮食和饮水的量。接下来是第3部分，告诉大家如何消除胃的浮肿并恢复健康。我想依次向大家介绍以下3点：1、与胃部浮肿相关的意外症状； 2、如何判断胃部浮肿程度的方法； 3、预防胃部浮肿的知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将逐一具体讲解，并以易于理解的方式进行解说。此外，调节体内水分量至适当水平也十分重要。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话题：与胃部浮肿相关的意外症状——膝盖疼痛。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膝盖疼痛的原因竟与胃部浮肿引起的水分有关。虽然胃和膝盖似乎相距甚远，但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胃部溢出的水分会扩散至全身，最终导致膝盖浮肿。膝盖积水会阻碍血液循环，从而引发疼痛。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未能消化的食物导致胆固醇升高，血液滞留在膝盖，进而引发膝盖疼痛。在这种情况下，减少饮食是缓解疼痛的有效方法。此外，我们还简单提一下，被认为有助于缓解膝盖疼痛的氨基葡萄糖。氨基葡萄糖具有将水分变为胶状物质的作用，通过补充它，膝盖积水会凝固成胶状物质，起到缓冲作用，疼痛似乎得以缓解。然而，这种效果只是暂时的，减轻根本原因过多的水分，仍然是更为明智的选择。接下来，我想谈谈与胃部浮肿相关的第2个意外症状——癌症。胃部浮肿不仅会扩散到面部、手脚等容易看到的部位，还会影响到肉眼无法察觉的内脏器官。如果放任胃部浮肿不管，内脏器官的浮肿也会持续，这可能导致这些器官失去原有的功能，甚至引发各种疾病。更可怕的是，这些浮肿还可能发展成癌症。至于胃部浮肿会影响哪些器官，这取决于个人的体质和生活环境。而且，内脏中积聚的水分要清除并不容易，因为这些水分冷却后，会形成一层脂肪覆盖在内脏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即使进行外科手术也难以直接处理，
因此，我们必须先从消除胃部浮肿开始，逐渐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接下来，我将介绍第3部分的第2个主题：如何判断胃部浮肿程度的方法。我们无法用肉眼直接观察自己的胃，那么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胃是否浮肿呢？虽然去医院拍 X 光片或接受胃镜检查是一种方法，但其实不必如此麻烦。相反，有一种更简单、更准确的方法来检查胃的状态，那就是观察舌头。因为舌头与内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深度关联，所以舌头表面的外观会及时反映出内脏的状态。通过检查舌头的颜色、形状和厚度等外观特征，我们可以实时了解内脏的情况。特别是胃通过食道与舌头直接相连，因此胃的浮肿会明显体现在舌头上。长期过量饮水导致胃部浮肿的人与饮水适量且胃部没有浮肿的人，他们的舌头外观完全不同。如果深入学习，还可以更加详细、准确地诊断其他内脏器官的状态。但针对胃部浮肿，主要可以通过以下3个关键点来确认：1. 舌头厚重浮肿； 2. 舌面湿润，呈现黏滑状态； 3. 舌缘有牙齿压痕，形成不规则边缘。即使胃部有浮肿，很多人也并未察觉到明显的症状。那些认为自己大致健康，或者只是感到有些不适的人，往往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建议大家养成每天刷牙时检查舌头状态的习惯，这样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接下来，我将介绍第3部分的第3个主题：预防胃部浮肿的知识。大多数人可能从未意识到要减少胃中的水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以下3点来加以注意：1. 控制水分摄入量； 2. 选择能够减少胃部水分的饮食； 3. 通过水蒸气的方式发散体内多余的水分。我将详细解释这些方法。首先，关于预防胃部浮肿的第1点，控制水分摄入量。这听起来很简单，只要了解自己每天的饮水量并适当减少即可。很多人可能会问，应该减少多少水分摄入量？但遗憾的是，水的摄入量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适量的水分因年龄、体质、职业、运动习惯等因素而异，因此我们体内并没有内置的警报装置，来提醒我们是否摄入了过多的水分。这需要我们自己判断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观察舌头的状态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帮助您找到适合自己的饮水量。那么，如果感到口渴，该怎么办呢？口渴与胃部浮肿无关，因此不必强行忍耐或完全停止饮水。不需要大口大口的喝水，将胃部泡得满满的，维持最基本的喉咙滋润就足够了。可以尝试减少1口水，或者减少一些饮水量，作为一个参考来调整自己的饮水习惯。实际上，当胃部浮肿时，会同时出现如流鼻涕、打喷嚏、过敏等不适症状。即使没有警报装置，至少这些症状可以作为身体发出的水分已经足够了的信号。接下来，我将讲解第2个预防胃部浮肿的方法：选择能减少水分的食物。与含有大量水分的水果相反，有些食材具有像海绵一样吸收水分的特性。例如，烤得非常干的茄子就是这样一种食材。在日常菜单中加入这种能够吸收水分的食材，并在餐前提供给胃部，可以有效减少水分的摄入。接下来，我将讲解第3个预防胃部浮肿的方法：通过水蒸气发散水分。将胃中的水分转变为水蒸气，并有效排出体外非常重要。水蒸气比液体更容易排出体外。当水蒸气被排出时，通常会变成汗水、鼻涕或眼泪等液体形式。因此，首先可以通过运动来促进排汗。体内停滞的水分会随着热量的增加而上升，通过头部及脸部以汗水的形式有效排出。虽然让脸部出汗的运动需要一定的强度，但通常不需要长时间的坚持，因此即使是忙碌的上班族也容易坚持。即使无法定期去健身房，也没关系，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地进行一些运动，比如深蹲、上下楼梯、跑坡等。
之前我介绍的许多健康相关书籍中也推荐了深蹲，尤其是在天气不好时，深蹲在家中也能轻松进行。这种简单而有效的运动，不仅能帮助消耗体内的多余水分，对健康也非常有益。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